跳啦啦队的每个人的动作位置都不一样，必须要将自己的动作练习到最熟悉，才能在舞台上有好的表现。练习时偶尔会感到孤单，但我有伙伴，每个人互相扶持，互相鼓励。然后不管是做技巧啊、跳舞啊什么的，就是会很有自信，然后也跳得很大力，就会看起来就是很好看、很精彩，因为大家都是很整齐的动作，很一致。我觉得在一段表演里面最精彩的动作是金字塔，因为它的动作是一层一层一层的慢慢叠上去，它的难度也会越来越高。当你叠到最上面那一层，再做一些动作的变化，会给观众一些紧张又刺激的感觉。严重的伤势还好，就掉下来可能撞到拉伤这样。那挫折的话，就是在比赛期的话，可能动作会做不好，没有达到教练的要求的时候，就会压力很大，就很想要突破这个动作，但是做不到这样。但是后面就要靠自己调试，然后比完赛就没事了这样。受伤的话那倒没有，因为我们都是有垫子保护着，然后也是有教练跟老师长，我们才会去练习。克服的话吗？就是努力把它做好，但做不好也没关系，我们就是慢慢一步一步来，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只有不努力而已。我觉得要能够吸引所有观众的目光，让所有观众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然后我认为舞蹈的动作还有技巧的一致性很重要，像如果他们都做的一模一样，就会觉得有一种复制人一模一样，好厉害。带给观众的感染力啦、表情啦，都要是很多的，不然观众可能会 get 不到他表演的那个点。然后音乐的话要很炸，不然平平的会有点无聊。像我们如果练习完啊，我们就会一起出去吃饭，或者是逛街，然后或者是我们一起去找比赛要穿的比赛服。然后如果我们体重都变重的话，我们还要一起去健身房减肥。可能因为我们很幸运，我们的家刚好住在附近，然后双方的父母都感情很好，然后我们像是我们一起出国啦，我们可能会比较了解对方生活上的一面，然后跟练习时的一面，就是可能比完赛会一起出去玩之类的。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很久。跟上你的伙伴，一起来享受我们的表演。跳啦啦队的每个人的动作位置都不一样，必须要将自己的动作练习到最熟悉，才能在舞台上有好的表现。练习时偶尔会感到孤单，但我有伙伴，每个人互相扶持，互相鼓励。然后不管是做技巧啊、跳舞啊什么的，就是会很有自信，然后也跳得很大力，就会看起来就是很好看、很精彩，因为大家都是很整齐的动作，很一致。我觉得在一段表演里面最精彩的动作是金字塔，因为它的动作是一层一层一层的慢慢叠上去，它的难度也会越来越高。当你叠到最上面那一层，再做一些动作的变化，会给观众一些紧张又刺激的感觉。严重的伤势还好，就掉下来可能撞到拉伤这样。那挫折的话，就是在比赛期的话，可能动作会做不好，没有达到教练的要求的时候，就会压力很大，就很想要突破这个动作，但是做不到这样。但是后面就要靠自己调试，然后比完赛就没事了这样。受伤的话那倒没有，因为我们都是有垫子保护着，然后也是有教练跟老师长，我们才会去练习。克服的话吗？就是努力把它做好，但做不好也没关系，我们就是慢慢一步一步来，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只有不努力而已。我觉得要能够吸引所有观众的目光，让所有观众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然后我认为舞蹈的动作还有技巧的一致性很重要，像如果他们都做的一模一样，就会觉得有一种复制人一模一样，好厉害。带给观众的感染力啦、表情啦，都要是很多的，不然观众可能会 get 不到他表演的那个点。然后音乐的话要很炸，不然平平的会有点无聊。像我们如果练习完啊，我们就会一起出去吃饭，或者是逛街，然后或者是我们一起去找比赛要穿的比赛服。
然后如果我们体重都变重的话，我们还要一起去健身房减肥。可能因为我们很幸运，我们的家刚好住在附近，然后双方的父母都感情很好，然后我们像是我们一起出国啦，我们可能会比较了解对方生活上的一面，然后跟练习时的一面，就是可能比完赛会一起出去玩之类的。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很久。跟上你的伙伴，一起来享受我们的表演。跳啦啦队的每个人的动作位置都不一样，必须要将自己的动作练习到最熟悉，才能在舞台上有好的表现。练习时偶尔会感到孤单，但我有伙伴，每个人互相扶持，互相鼓励。然后不管是做技巧啊、跳舞啊什么的，就是会很有自信，然后也跳得很大力，对，看起来就是很好看、很精彩，因为大家都是很整齐的动作，很一致。我觉得在一段表演里面最精彩的动作是金字塔，因为它的动作是一层一层一层的慢慢叠上去，它的难度也会越来越高。当你叠到最上面那一层，再做一些动作的变化，会给观众一些紧张又刺激的感觉。严重的伤势还好，就掉下来可能撞到拉伤这样。那挫折的话，就是在比赛期的话，可能动作会做不好，没有达到教练的要求的时候，就会压力很大，就很想要突破这个动作，但是做不到这样。但是后面就要靠自己调试，然后比完赛就没事了这样。受伤的话那倒没有，因为我们都是有垫子保护的，然后也是有教练跟老师在，我们才会去练习。克服的话吗？就是努力把它做好，但做不好也没关系，我们就是慢慢一步一步来，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只有不努力而已。我觉得要能够吸引所有观众的目光，让所有观众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然后我认为舞蹈的动作还有技巧的一致性很重要。像如果他们都做的一模一样，就会觉得有一种复制人一模一样，好厉害。带给观众的感染力啦、表情啦，都要是很多的，不然观众可能会 get 不到他表演的那个点。然后音乐的话要很炸，不然平平的会有点无聊。像我们如果练习完啊，我们就会一起出去吃饭，或者是逛街，然后或者是我们一起去找比赛要穿的比赛服。然后如果我们体重都变重的话，我们还要一起去健身房减肥。可能因为我们很幸运，我们的家刚好住在附近，然后双方的父母都感情很好，然后我们像是我们一起出国啦，我们可能会比较了解对方生活上的一面，然后跟练习时的一面，就是可能比完赛会一起出去玩之类的。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很久。跟上你的伙伴，一起来享受我们的表演。跳啦啦队的每个人的动作位置都不一样，必须要将自己的动作练习到最熟悉，才能在舞台上有好的表现。练习时偶尔会感到孤单，但我有伙伴，每个人互相扶持，互相鼓励。然后不管是做技巧啊、跳舞啊什么的，就是会很有自信，然后也跳得很大力，对，看起来就是很好看、很精彩，因为大家都是很整齐的动作，很一致。我觉得在一段表演里面最精彩的动作是金字塔，因为它的动作是一层一层一层的慢慢叠上去，它的难度也会越来越高。当你叠到最上面那一层，再做一些动作的变化，会给观众一些紧张又刺激的感觉。严重的伤势还好，就掉下来可能撞到拉伤这样。那挫折的话，就是在比赛期的话，可能动作会做不好，没有达到教练的要求的时候，就会压力很大，就很想要突破这个动作，但是做不到这样。但是后面就要靠自己调试，然后比完赛就没事了这样。受伤的话那倒没有，因为我们都是有垫子保护的，然后也是有教练跟老师在，我们才会去练习。克服的话吗？就是努力把它做好，但做不好也没关系，我们就是慢慢一步一步来，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只有不努力而已。我觉得要能够吸引所有观众的目光，让所有观众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然后我认为
舞蹈的动作还有技巧的一致性很重要。像如果他们都做的一模一样，就会觉得有一种复制人一模一样，好厉害。带给观众的感染力啦、表情啦，都要是很多的，不然观众可能会 get 不到他表演的那个点。然后音乐的话要很炸，不然平平的会有点无聊。像我们如果练习完我们就会一起出去吃饭，或者是逛街，然后或者是我们一起去找比赛要穿的比赛服。然后如果我们体重都变重的话，我们还要一起去健身房减肥。可能因为我们很幸运，我们的家刚好住在附近，然后双方的父母都感情很好，然后我们像是我们一起出国啦，我们可能会比较了解对方生活上的一面，然后跟练习时的一面，就是可能比完赛会一起出去玩之类的。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很久。跟上你的伙伴，一起来享受我们的表演。跳啦啦队的每个人的动作位置都不一样，必须要将自己的动作练习到最熟悉，才能在舞台上有好的表现。练习时偶尔会感到孤单，但我有伙伴，每个人互相扶持，互相鼓励。然后不管是做技巧跳舞什么的，就是会很有自信，然后也跳得很大力，就会看起来就是很好看、很精彩，因为大家都是很整齐的动作，很一致。我觉得在一段表演里面最精彩的动作是金字塔，因为它的动作是一层一层一层的慢慢叠上去，它的难度也会越来越高。当你叠到最上面那一层，再做一些动作的变化，会给观众一些紧张又刺激的感觉。严重的伤势还好，就掉下来可能撞到拉伤这样。那挫折的话，就是在比赛期的话，可能动作会做不好，没有达到教练的要求的时候，就会压力很大，就很想要突破这个动作，但是做不到这样。但是后面就要靠自己调试，然后比完赛就没事了这样。受伤的话那倒没有，因为我们都是有垫子保护的，然后也是有教练跟老师在，我们才会去练习。克服的话吗？就是努力把它做好，但做不好也没关系，我们就是慢慢一步一步来，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只有不努力而已。我觉得要能够吸引所有观众的目光，让所有观众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然后我认为舞蹈的动作还有技巧的一致性很重要。像如果他们都做的一模一样，就会觉得有一种复制人一模一样，好厉害。带给观众的感染力啦、表情啦，都要是很多的，不然观众可能会 get 不到他表演的那个点。然后音乐的话要很炸，不然平平的会有点无聊。像我们如果练习完我们就会一起出去吃饭，或者是逛街，然后或者是我们一起去找比赛要穿的比赛服。然后如果我们体重都变重的话，我们还要一起去健身房减肥。可能因为我们很幸运，我们的家刚好住在附近，然后双方的父母都感情很好，然后我们像是我们一起出国啦，我们可能会比较了解对方生活上的一面，然后跟练习时的一面，就是可能比完赛会一起出去玩之类的。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很久。跟上你的伙伴，一起来享受我们的表演。跳啦啦队的每个人的动作位置都不一样，必须要将自己的动作练习到最熟悉，才能在舞台上有好的表现。练习时偶尔会感到孤单，但我有伙伴，每个人互相扶持，互相鼓励。然后不管是做技巧跳舞什么的，就是会很有自信，然后也跳得很大力，就会看起来就是很好看、很精彩，因为大家都是很整齐的动作，很一致。我觉得在一段表演里面最精彩的动作是金字塔，因为它的动作是一层一层一层的慢慢叠上去，它的难度也会越来越高。当你叠到最上面那一层，再做一些动作的变化，会给观众一些紧张又刺激的感觉。严重的伤势还好，就掉下来可能撞到拉伤这样。那挫折的话，就是在比赛期的话，可
可能动作会做不好，没有达到教练的要求的时候，就会压力很大，就很想要突破这个动作，但是做不到这样。但是后面就要靠自己调试，然后比完赛就没事了这样。受伤的话那倒没有，因为我们都是有垫子保护着，然后也是有教练跟老师在，我们才会去练习。克服的话吗？就是努力把它做好，但做不好也没关系，我们就是慢慢一步一步来，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只有不努力而已。我觉得要能够吸引所有观众的目光，让所有观众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然后我认为舞蹈的动作还有技巧的一致性很重要。像如果他们都做的一模一样，就会觉得有一种复制人一模一样，好厉害。带给观众的感染力啦、表情啦，都要是很多的，不然观众可能会 get 不到他表演的那个点。然后音乐的话要很炸，不然平平的会有点无聊。像我们如果练习完啊，我们就会一起出去吃饭，或者是逛街，然后或者是我们一起去找比赛要穿的比赛服。然后如果我们体重都变重的话，我们还要一起去健身房减肥。可能因为我们很幸运，我们的家刚好住在附近，然后双方的父母都感情很好，然后我们像是我们一起出国啦，我们可能会比较了解对方生活上的一面，然后跟练习时的一面，就是可能比完赛会一起出去玩之类的。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很久。跟上你的伙伴，一起来享受我们的表演。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持续锁定 HotStop 的 YouTube 频道，一起来欣赏第2025台湾杯全国啦啦队锦标赛。在今天6月28号礼拜六的下午2点钟，我们持续在台理大的体操馆要来进行的是下午阶段的赛程。那下午阶段呢，持续为大家送上的是在竞技啦啦队的部分。那转播工作呢，将是由我李秉庆以及我身旁的专业赛评展豪教练来为您服务。老师你好。主播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那当然在中午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几个这个组别的表演，包括这个金字塔还有国小组指定动作的部分。那下午的部分呢，将会是有个人组的部分。那个人组的部分，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那整个比赛的内容会是有哪些呢？个人他要准备的部分其实蛮多的，也就是我们啦啦队的元素里面基本的元素他都要具备，是包括腾翻啦、跳跃啦、舞蹈啦、口号这些东西。那他在比分方面有相对就是说选手要知道自己的能力的强项在哪里，要尽量的去抢下这些分数，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他的表演就是一个人而已。对，所以要比较建议他们就是针对自己个人的强项下去做拿分这个动作。那另外还有所谓的多底技巧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比赛的重点会是多底技巧，它最主要还是有几个元素去组成嘛，包括底层跟上层。是，然后它没有因为更多的多底层去组成金字塔，所以它的展现就是单纯的底层跟上层力量啦，然后肢体动作上的转换啦、衔接啦。跟默契这一方面是会比较重要一点。那另外也看到在组别部分有所谓翻腾啊、混双的这个项目啊，是不是也是从这些原本的这个竞技啦啦队的基础去做变化？对，没有错那这一些分出来的这一些不管多底层或者是双人也好。其实，在大组里面都可以看到，这是几乎都是一个小单元的应用。那把它分别出来，它有个目的，就是说，第二，鼓励我们选手参赛。对。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把这一些东西都尽量的精致一点。鼓励选手之外，也让他们知道说，你自己在场上没有队员的辅助之下，你自己去展现这些动作的时候，你需要具备哪一些更强大的能力。那之后再组成一个大组的时候，其实相对你的单元越强。你的大组的能力其实会更好对，换句话说就是把这个大队这个拆分一组一组的小组，然后来个别的竞技。那刚刚这个展豪教练也有提到，如果你每一个小组的这个能力越强，其实连接起来就能够串出一个最完整的内容。对，所以他在虽然说大组他们在相对辅助上有很多协助的方式，但是当你把它拆开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
在单元中，就是每个小组里面它有它的问题跟要去克服的地方。是，有时候我们可以用技巧，有时候可以用力量，有时候可以用身体的动作去辅助。都没有问题。跟大组的部分，当你把它拆分来看的时候，其实它就会把这些问题都放大。是。好，我们看到在2025台湾杯的全国啦啦队锦标赛，马上又要展开下午的赛程。高年级组、国小高年级公开组、国中女生组、国中高生男生组、高中女生组、大专女生组、公开女子组、多理技巧国小高年级组、国中混合组、高中女生组、高中混合新秀组、高中混合组、大专女生组、大专混合组、公开女子组、公开混合组、混双技巧高中组、公开组、混双翻轮技巧公开组、藤翻语技巧国小低年级组、国小高年级组、国中混合组。裁判介绍：吴卓汉老师、周正伟老师、林雨婷老师、林比义老师、陈长喜老师、洪俊华老师、郑子阳老师、舒泰林老师，请大家以热情掌声感谢裁判们，并欢迎即将上场的队伍。比赛正式开始。好，我们看到在下午的比赛，即将上场的队伍是编号106，个人全能国小低年级组。要登场的是编号106的个人全能国小低年级组，来自台中市丰春国小 D。可爱哦，对，这应该是他的小迷，对，大家都认识他了，晨晨 No.1哦，而且应该是很喜欢宝可梦。你们家的有这个过程吗？有宝可梦，铁定有。在个人的部分啊，就是小朋友的展现，第一个就是他的胆量之外，他们自己在场上的时候，其实没有队友的辅助，相对自己在这个自信度上就要能够更有自信的展现。那在裁判的部分，相对就要看他们的动作，要看得仔细一点。比如说这些腾翻的动作标不标准，然后脚有没有去做我们该提醒的细节的部分。确实在没有队友的互相打气鼓励之下，一个人要完成所有的动作不容易啊，尤其年纪这么小。对。也会发现这些东西单独拉出来的时候，就可以放大这一些选手他们自己本身应该要加强的地方。有缺点就很明显了。对。接下来进场的是编号107。个人全能国小低年级公开组，台中市新平国小。好，接着是个人全能国小低年级的公开组，台中新平国小。年
编号108个人全能国小低年级组，台中市接着丰春国小 A 队。这是丰春国小 A。这个倒立走的动作，其实在练习里面是很基本的。那我也蛮认同他们把它放进来一个流程里面，对，因为这平常都是他们练习蛮重要的东西。那也可以看出他们基础动作好不好，这边来看。接下来进场的是编号109个人全能国小低年级公开组，台中市安里国小。好，轮到安里国小，同样也是个人全能的国小低年级。像他的随手跳跃的这个姿势，他的脚就相对跟上一个选手来比就抬得比较高一点。小学他们在藤班的部分，对，看得出来就是他们的主流的动作，大概就是侧弯内转去衔接后手翻，然后重复的去试做。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让他们除了是在连接上可以多一点，也是为他们将来可以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在流程里面会看到大量的手翻都很正常。接下来进场的是编号110号个人全能国小低年级组，台中市丰春国小 B 队。接着的是丰春国小 B， 在中午几组登场的这些小朋友，到了下午可能个人的部分呢，都是陆陆续续要再回到场上。
哇，他要等那最后个 ending 的那个音乐的点。对。接下来进场的是编号1。其实他们在腾翻会占整个流程，大部分是因为腾翻的分数也比较高，占比是比较多的。接下来进场的是编号112，个人刚看完的是南洋国小，那接着是台中市丰春国小 C 队。接下来进场的是编号113，个人全能国小低年级公开组小飞象竞技啦啦队 C 队。选手们就是做自己最拿手的项目去争取分数的，对，没有特别一定要指定某些动作没有，他们只要能够把分数抢下来，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练习啊。像有一些孩子他们在体操这方面的发展没有那么好的话，他可以从别的地方去拿取这个分数是 OK 的，对。小飞象竞技啦啦队。Go, go.
场的是编号114个人全能国小高年级组，台中市丰春国小。接着要进场的又是丰春国小，这是高年级组。帅气的结束。对，大会报告，非常有自信。对，为避免影响裁判评分及维护他人观赛权益，赛程进行中，请勿站立，请勿走动，敬请配合。接下来进场的是编号115个人全能国小低年级公开组小飞象竞技啦啦队 B 队。小飞象竞技啦啦队 B。其实，在这种个人的项目的时候啊，真的要比较要求的是基础动作。结束没有忘记敬礼，个人全能国小高年级组，新竹县五龙国小。好，接下来来到个人全能的国小高年级，五龙国小来自新竹。小飞象竞技啦啦队。
看到高年级哦，整个动作的流畅接下还有难来进场的度是编它号很多117，瞬间的提全升了。人国对，小低年级公开组，台中市逢甲国小。那从他们这一些体操动作啊，你会发现说，他们有时候做连续的手翻，做第一个到最后一个，你会发现他们在动作上会开始慢慢，因为越做越多，然后力量越来越不对，或者是姿势越来越奇怪的时候，这个跟他们在平时的肌耐力的训练啊，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也是裁判要去考量的地方。顺利完成了逢甲国小的小朋友。这次轮到的是高年级公开组，台中市吴伦敦国小。接下来进场的是编号119，个人全能国小低年级公开组，小飞象竞技啦啦队 A 队。这只是国小全能的公开组。这样边喊口号边实施体操的动作的时候，这要比较注意，就是在呼吸的部分。对。小飞象竞技啦啦队。
年级公开组小飞象竞技啦啦队 B 队。好，这种的就是要注意了，对，只是对他们整个上肢的影响，未来会比较需要担心。手部的支撑如果不够完整的话，很容易受伤。他就在等，对，这最后发拍，很可爱。进场的是编号121个人全能国小。小朋友，如果你没有规定他做什么的时候，他们没有那么多社会化的东西，然后就很可爱。当然就会比较直，对，比较耿直一点。对。国小高年级公开组梦飞竞技啦啦队 Dream Fly B 队。好，紧接登场国小高年级公开组。连续的翻腾，对，这个越大的孩子，你可以发现他身体控制越好。赢得满堂喝彩啊！这一个孩子就比较看得出他的基础的动作是比较扎实一点。接下来进场的是编号124个
国小高年级公开组，动作竞技啦啦队军代 A 队。其实，在指定动作的部分，但每一位小朋友他都会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来呈现给评审，所以对于评审来讲，在打分数的部分也要比较伤脑筋呢。对。那所以他们要在细节的部分要看仔细一点。好，接下来是艾伯特啦啦队藤番与技巧国小的低年级组。好，我们看到是第一组藤番与技巧国小的低年级组正式完成。个人全能国小高年级，再回到个人全能的高年级。小飞象竞技啦啦队 A 队。再回到小飞象。Let's start.
啊，这个真的要注意哈，尽量手办的部分头不要去碰到地板。哦，是，这个是比较值得要让大家去关注的地方。艾伯特啦啦队。好，最后是用一个楔形来做个结尾。藤翻跟技巧它困难的地方就是说，他马上做完技巧动作之后，可能就要实施藤翻。然后这个在小孩子他们在训练的时候啊，在体力上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好，艾伯特再上一组。最后也是利用这个楔形来做一个结尾。接下来进场的是编号129个人全能国中女生组，台中市丰东国中 B 队。个人全能国中女生，丰东国中 B。这个阶段待会要2组多比技巧的国中混合组，另外还有弹翻与技巧国中混合组。重的部分就可以做到后空翻哈。对。看到国中这个运动能力啊是大幅提高了。对。当然力量上也是如此。搭配上面恰到好处。大会报告，为避免影响裁判评分及维护他人观赛权益，赛程进行中，请勿站立，请勿走动，敬请配合。接下来进场的是编号130个人全能国中男生组，台中市丰东国中
国中另外一位男生。第二位男生顺利完成。那接着还是丰东国中 A， 个人全能的国中女子组。直接做到一个直体的后空翻。我们看到在个人全能的国中部分呢，在这个阶段已经全部初赛完毕了。待会会登场的包括兜底技巧，还有藤攀与技巧国中的混合组。接下来进场的是编号133，多底技巧国中混合组。要登场的是多底技巧国中混合组，这是孟非竞技啦啦队，
Dream Fly。先看到的是 Dream Fly B。来看一下多底技巧的部分。好，是一个360旋转上电梯的一个动作，接一个分腿。好，最后还是有完成哦。是，有一点点这个不是那么稳定。对。那多底技巧它跟技巧腾翻不一样，就是说他们只要专心把技巧做好就好了。是，对。是编号134多底技巧国中混合组，梦飞竞技啦啦队军范 A 队。好，接着是 A 队登场了，军范 A。好，看完了两组多底技巧哦，都是国中混合组，都是来自梦飞竞技啦啦队。是编号132。好，那这个阶段的最后一组就是腾翻与技巧国中混合组。丰东国中。
最后是个延伸的自由女神姿。对，我们看到在这个阶段，藤管与技巧国中混合组来自台中市的丰东国中结束之后，我们这个阶段的组别的表演呢也暂时告一段落。那待会预计在这个3点10分到15分左右呢，要进行最后阶段呢，将是从个人的全能大专女子组要来登场所以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台体大的现场。
学个人全能的大专女子组。好，那当然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有一点点不太稳定啊，不过还是顺利的完成了。其实女孩子要实施这些体操动作，相对跟男生来比，还是比较困难一点，在力量的爆发展现上。接下来是编号136个人全能高中女生组，康宁大学。好，接着还是康宁大学，这是个人全能的高中女生组。最主要还是要能带领群众。对，那跟这个场边的观众互动非常非常好。接下来进场的是编号137个人全能大专女生组，台中科大。好，接着台中科大，同样也是个人全能。
好，看到台中科大也完成了他的全能动作哦，当然这些学生们哦，可能在技巧上面都还要再更加的这个精进啊。对。但实际上，他们一个人在场上展现的时候，那种心理的压力跟对，一定是更大的，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他可能在大队里面，他负责的是某一项的工作哦，但是他来到个人全能的十四腾，每一项都要展现一下。小飞象竞技啦啦队 C 队，这是擅长腾翻的选手。那接着是混双的部分哦，混双技巧高中组的新竹光复中学 B。哦，这混双来了。混双这个就是要在体力上的考量，因为他们的时间很有限。我要小心，有确保。标志上，然后做动作上的衔接。好，这一种是比较属于转接上。好，撑住。所以他们在时间的展现，就整个时间内要展现的动作，其实没办法太多。对，因为在体力上对高中生来说，这样就差不多了。哦，而且因为强度很强。对。好，小飞象 B 看到两位小飞象的成员都是非常会腾翻的动作。对。新竹市光复中学。刚刚那一位选手他有实施一个跳跃连接后手翻跟空翻，其实这个蛮难的。是。
哦，那接着是光复中学 A 来了。哦，这是另外一组的混双技巧。好，实施的是一个倒立上手的动作。好，衔接单手 QB。好，360，再做一个这个。好，直接是一个 walk in， 然后做到勾点，表演下一周。第一次没有成功，对，没有关系哈，保护好就好。哇，注意安全。对。好，因为他们的体力到后面已经是一个考验了啦，所以重复在实施这些单里程动作的时候，在编排上真的要特别注意。嗯哼。好，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混双的部分呢，确实难度蛮高的。对。啊，因为只有2位选手。对。啊，等于是男选手在这个体能上的这个支撑。哦，面对女选手的部分，也许一开始1、2个动作可以。对。从第3、4个动作之后，那个体能下滑情况之下，成功率就会这个大幅的衰减。对。一般他们如果说错过了前面的几个动作啊，后面他们其实落掉了好一大段。然后，混双藤帆技巧公开组头文 GP。好，接着是混双藤帆技巧公开组头文 GP。好，这是一个技巧藤帆上单里程动作，啊，技巧难度相当高。好，在一个倒拔上。是。上层做的是 heel straight 旋转下2周。好，主跑藤帆女生有做到肢体转体360度。准备做一个倒立 hand 的动作，再回到个上手的姿势。也要是个 heel straight 结束。接下来进场的是编号144混双技巧公开组 Dream Fly Fly。好，接下来是混双技巧公开组哦 ，Dream Fly Fly。好，开场做的是一个 rewind 上 QB， 旋转360度，衔接 heel straight， 旋转下2周。接下来又是一个 hand 的动作，回到一个 liberty。哇，这个动作难度很高，因为
他完全没有动力了。没错，对，哇哦，哇，连续的几个套把的动作，哇，成功率非常的好。再看一下，可以，前空翻下。哇，这一组的表现哦，让大家是大开眼界哦，蛮沉稳的。嗯。接下来进场的是编号145混双翻腾技巧公开组。因为这种后空翻上的动作啊，他的脚一定不能打开。是，打开的话，它会变成有2个支撑点。接下来是混双腾翻。好，先以腾翻做一个开始。好，也是一个倒八上，前空翻下，连续的几个 rewind 的动作。加油！接下来进场的是编号146混双技巧公开组 Dream by Lemon。接着是 Dream Fly Diamond 混双技巧公开组。开始的时候就是利用一个黑 hand 来转换。是一个后空翻下的一个动作。哦，衔接后空翻上是做左边哦。好，这是一个换手的动作。好，没有着地，直接上来。接下来进场的是编号147混双横。这小朋友虽然轻，但是他们身体跟肌肉的发展还没有那么完全，所以他们在做滞空动作的时候，相对对他们来说比较不稳定。混双藤班技巧公开组，艾伯特。好，小女生应该是子瑜。Possibility 之上。
结束选择一个比较简单的侧坐肩。那这种小朋友跟大朋友的组合啊，它比较有利于小朋友在训练上一个成功跟他的身体发展，因为他做出来的动作是另外一半是可以有力量的去帮助他形成。接下来进场的是编号149混双横方技巧公开组软骨头。接着混双藤翻技巧公开组的蓝骨头要上场。实施的是一个原地的360度。好，单底层也是从一个 rewind 的动作开始。好，倒拔上360度。好，做跑藤翻，男生有做到最难的是外转前空，衔接一个 toss QB。接下来进场的是编号150混双技巧公开组 Freedom。好，接着再看到混双技巧公开 ，Freedom。好，这是一个单手 rewind 的动作，360度。最后是选择一个比较高难度来做结尾。接下来进场的是编号151多底技巧高中女生组亚太美国学校。接着是多底技巧的高中女子组亚太美国学校。
加油！接下来进场是编号152混双技巧公开组老枯叶。又来到混双技巧公开组的部分了，老枯叶。蛮可爱这个队伍。对，老枯叶，音乐很可爱。好，也是一个倒拔上，然后hand 这个 toss hand 的动作。好，利用站肩来转换做一个手倒立姿。接下来进场的是编号153多米技巧高中女生组康宁大学。好，又轮到康宁大学了，这次是派出多地技巧高中的女子组。在荧幕前面，如果是有在收看的话，会发现一下子组别好像跳来跳去。那实际它是有分成 A、B 两组。嗯哼，对。所以那裁判其实在台上是有2组人在打。啊，了解。哦，最后结束的动作蛮有创意的，大家都很开心哦。嗯，是编号154混双技巧公开组 Monster。好 ，Monster 混双技巧公开组。是一个后翻翻上 Q 比，衔接的是一个黑黑，但是单手了。好，撑住，加油！360，衔接一个Liberty。转 heel straight 旋转下2周，Monster 在国内也是相当知名的。对，啊，这是国内的霸主啊！哦，怪兽王朝，没有天敌，21连霸嘛，是吧？这一组的队名很有创意。对，想不开爆公开。
要小心。接下来进场的是编号156多拟技巧大专女生组亚洲大学。轮到亚洲大学登场，多底技巧大专女生组。开场使用是空抛 X out， 好，衔接第二次的空翻。有一点可惜在最后面的地方。对。接下来进场的是编号157多拟技巧高中混合组，新竹市光复中学 B 队。好，接着轮到新竹市光复中学 B。在进场前为自己画下多底技巧高中混合组。蛮有趣的哦。刚上一组下去，衣服换给下一组。几个多底层的转换，现在来到分腿转线360度。小心，小心哦，小心，小心，来加油！好，撑住。接下来进场是编号159
多尼技巧高中混合组，桃园市志平高中。弓箭姿。是一个阿拉贝斯做结尾。那刚刚可以看到这一组，他们底层3位同时做旋转，对上层跟底层来说是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他们的距离不太一样。对，上层转一圈，底层可能是转好大一圈。是。回到新竹市光复中学 C。利用 L 型姿上一个电梯延伸。接着轮到的是桃园市志平高中多底技巧高中混合新秀组。加油，踩上，是，踩上去，盯住，对，很好。这几年就是越来越多这种旋转上、倒拔上，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类似的动作，已经跟好几年前我们
那个时候已经差了，难度都在提高，对，水准都在往上提升。包括前面我们在看混双的时候，有很多手对手的支撑，其实那个难度上跟以前我们手切脚差非常非常多。好，多底技巧高中混合组，新竹市的光复中学 A。就是所谓的换脚的动作，延续了360度。哇，要撑住！安全就好。对。哦，可惜最后一个动作没有完成哦。
好，来看到的是凤凰竞技多底技巧公开混合组。开场是实施空抛，这是 X out， 倒立的动作。后翻上延伸，最后一个弓箭姿做结束。像这种后空翻上的动作啊，女孩子她上层的角落放得太早或太慢，都会有影响底层在接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是编号166多底技巧公开混合组 Monster。好，接着是 Monster 要上场，这是多底技巧公开混合组。开场实施的是直体、转体360度，接一个前向飞鸟飞翻。利用后手翻来衔接一个延伸。好，几个连续的倒打上。回到电梯，难度也是很高。对。哇，来看这个空抛。对，这个都是直体转体啊。利用大量的这种所谓 rewind 上的方式，来呈现一个技巧难度。画面中间这一位就是 Monster 的，算是创始级的人物，是穿西装的帅哥。好，接着轮到亚洲大学来参加多底技巧大专混合组。
翻上，最后结尾哈，蛮可惜的没有做出来。技巧队伍是编号168，多里技巧公开混合组，台中科大。台中科大要来进行多底技巧公开混合组，这也是在体操馆倒数的第3组要登场的队伍。那提醒一下观众朋友，在竞技啦啦队的赛程结束之后呢，其实在隔壁体育馆的舞蹈啦啦队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分腿衔接一个倒立的姿势，好可惜哦，这个动作没有完成哦。哇，这边还是要小心。对。好，最后还是有呈现出来。一般失误以后啊，通常就是教育选手的方式，就是跟他们讲，就是对过了就算了，因为音乐不会停嘛，所以持续的进行下一个技巧动作反而比较重要。是，因为再去思考前面的失误已经来不及了。对。
好，紧接着登场的是淡江大学多底技巧大专混合组。开场使用的是蓝型炮手的 X2， 连接360度延伸 heel straight。最后结束是用一个弓箭姿来做结尾。大专混合组，东海大学。好，接着是东海大学要登场了。
些都蛮稳定的。好，刚刚发生失误，再重新来一遍。好，中间有遇到一些乱流。开会报告，待会我们会在体育馆进行颁奖。所以在体操馆，待会的赛程结束之后呢，在体育馆呢，还持续在进行舞蹈啦啦队的比赛，而且在舞蹈啦啦队比赛过后呢，也要进行最后的颁奖典礼所以请观众朋友如果在看完竞技啦啦队的直播之后呢，其实还可以在前往我们另外一个频道，来到体育馆来看舞蹈啦啦队，而且还能够在最后看选手们的颁奖典礼。这边提醒一下观众朋友，待会最后一组马上要登场，就是软骨头是在多体技巧公开混合组的部分。接下来进场的队伍是编号172多体技巧公开混合组软骨头。开场使用的是蓝星抛投 XL， 高度蛮高的，衔接一个太高的旋转720度，节奏站上。到目前为止都相当不错。这是一个蛮难的前翻上电梯的一个动作。是。接得非常的平稳。对。好，这个是今天比较少见的侧空翻上好，撑住，加油！非常好，蓝骨头。不愧是在今天竞技啦啦队的压轴有一点点小小的瑕疵但是瑕不掩瑜整体的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尤其刚刚展浩老师有提到有几个比较高难度的动作，确实都做得相当不错。看到画面这个派 open， 然后旋转720度，是蛮难的。所以来看这几个精彩的重播镜头哇，确实在今天最后一组的表现是相当精彩，蓝骨头。好，那当然在今天我们在台湾体大2个场馆持续来进行直播。那在体操馆的部分呢，竞技啦啦队所有的赛程呢已经是完全结束，但是我们在这个体育馆舞蹈啦啦队的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所以请观众朋友能够这个移开我们的频道，来到另外一个频道来欣赏在体育馆的舞蹈啦啦队的这个比赛，同时在最后呢也要进行颁奖典礼，所以请观众朋友持续锁定 HotSport 带来的直播服务。好的，那我们在体操馆的转播工作呢也到此告一段落，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李庆以及我身旁的专业赛评展豪教练以及全体辛苦的台亚工作人员，祝你顺心，我们下场更精彩的比赛再会了，拜拜。